荷枪实弹的哨兵拿枪指着我们，超低空飞行的直升机不断地向地下射击。祖国的需要就是出征的命令。14年前，他远赴战火纷飞的伊拉克，护卫大使，解救人质。那是我们中国武警第一次带着武器到异国他乡执行任务。在400多天执行任务的时间里，有200多次都抱着出了门就不一定回得来的信念。一发炮弹打过来了，离我站那个地方有30米的距离，爆炸了。新征程路上，他带领武警精英部队锻造反恐尖兵，忠诚卫国。熟睡的战士直接半夜给绑起来，套上麻袋扔到郊外，他们就叫我魔鬼教头。他就是武警北京市总队副司令员席栓柱。坏人和好人的眼神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进来第一项任务，我就先看你的眼睛。哦。他如何解读新时代的英雄精神，又创造了中国武警警卫史上怎样的奇迹？英雄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凡的人。和平年代，我们中国需要更多的英雄。当真的有鲜活的生命在您眼前消失的时候，您的内心的感受究竟是怎样的？英雄礼赞，本期演讲者席栓柱。各位好，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，开讲了，我是主持人撒贝宁，欢迎各位。萃取植物精华，科学气血双补，感谢熬夜标配的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有这么一个词儿，可能从小大家都听了很多遍了，而且在每个人心里可能对它也有属于自己的描述，所以在现场我想问一下，哪位愿意跟我描述一下你心目中对英雄这2个字的定义？好，这时候出现了一位英雄，来。我心中对英雄的那个理解，就是小时候历史书上说的那个黄继光堵枪口啊，什么邱少云，就是忍受、革命战争年代的烈士。对。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你心目中所有的英雄，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？人固有一死，重于泰山。谢谢。我相信，如果再问的话，每一个人心目中都会有自己的解答。那么作为我来讲，因为我是部队子弟的孩子，我父母是海军，所以你们可能很难体会，部队长大的孩子，从小我们照这个全家福，父母穿着军装，我们就有一套自己的小军装。在你们穿着那个花花绿绿的婴儿服的时候，我是穿着军装，坐在摇篮里。所以在我心目当中，我就觉得一身戎装，报效祖国的人是英雄。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开讲嘉宾，可以说他也是我们心目当中符合英雄定义的那一类人。他曾经有400多天，在远离祖国的海外的土地上执行任务，而他和他的战友们每天执行任务的时候，都抱着出了门就不一定回得来的信念。在400多天执行任务的时间里，这样的危难时刻有200多次。那么这究竟是一段怎样的经历？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，武警北京市总队副司令员席栓柱，有请。车卡同志好，欢迎您，欢迎您，来，到中间。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各位，请坐。刚才在您出场之前，我渲染了您那400多天惊心动魄的经历，但实际上我知道，语言无论怎么去描述，都没有办法还原那400多天您和您的战友们所经历的一切。就是2003年吧，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，当时我们驻伊拉克使馆的工作的人员全部撤回来了。但是战争以后呢，2003年的5月30号，美军宣布战争结束，实质上战争还没结束。对，非常混乱当地。为了体现一个大国的风范，而后呢，我们中国政府
就第一时间派出了副官小组，就是大使馆要开始恢复工作了。哎，恢复工作。所以当时，您是作为副馆工作的安全保卫人员吗？当时啊，也是我们中国政府为了确保我们外交人员的安全，这个派出了我们武警前去保卫他们的安全，让他们更好的开展外交工作。那是我们中国武警第一次经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批准，军人带着武器到异国他乡执行任务。听说您在伊拉克执行任务那会儿，一个任务您要设计至少3条线路。对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在第4条线路上。对，我们查阅了好多您的资料。哦，军人嘛，因为我们从事的职业不一样，到任何环境条件下，首先考虑的就是安全。在那400多天里，完成了惊心动魄的200多次任务的执行。在整个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是不像我们今天站在这里说起来那么轻松，那么简单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把讲台留给习副司令，有请您为我们开讲。好。今天来的都是年轻人，都是大学生。我看到你们之后，一下子把我拉回了30多年前的今天。1983年11月2号，我和你们一样，18岁，到了北京，当了兵。我们这代人出生在60年代的中期，是听著岳飞传，看著地道战、地雷战成长起来的。所以说，英雄的字眼在我的脑海当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所以我当兵之后啊，就有一个信念：精忠报国。当祖国和人民选择你的时候，那就要做到义无反顾。2003年，经党中央、中央军委批准，要派武警到伊拉克去保卫我们驻外使馆副官小组安全警卫任务。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，我也有顾虑，因为是上有老，下有小。当时我的妈妈专程从河南老家跑这看我，说要再给我做一顿饭。我也是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。那段时间，我的孩子要什么买什么。平时我生活很节俭的，把家里面该打理的事打理好。所以说选择很难，但是祖国和人民需要你的时候，那就要以大局为重。我们因为是第一次带着武器出国，要经历俄罗斯、约旦，而后到巴格达。当时飞机还没通航，我们要采取陆路开进。陆路开进呢，非常危险的。这条路上，在没有打仗之前，就号称叫死亡之路。所以说，一路上不敢停车，不敢喝水，不敢上厕所，因为随时都有袭击。在边境线上，我开始组织战士，把武器组合上，枪弹结合上，换上军装，穿上防弹衣。这个时候，我也是沉甸甸的，因为要上战场了。我的眼前一下子呈现出了电视画面上看到的边境线上的难民，荷枪实弹的哨兵拿枪指着我们，超低空飞行的直升机不断地向地下射击。战场的场景一下子浮现在了我的眼前。怎么办？明知山有虎，也要偏向虎山行。从伊拉克的边境线到巴格达是500多公里，我们足足走了10多个小时。
当我到巴格达一看，眼前的场景更可怕，到处都是残垣断壁，没有一幢完整的大楼，大街上都是荷枪实弹的人，在我们国家是不敢想象的。每一个人都带着一种仇视、一种祈求、一种悲伤来看着我们，那些眼神到现在我都挥之不去。我就在想，作为一个国家，一定要强盛，只有这样啊，伊拉克的景象才不会在我们中国重演。我们复关小组去了之后，要想复关，要给当时的临时政府要进行沟通。说大使呢外出活动还比较多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我们任务就很重，因为我们一共6个人，陪大使出去要4个人，家里面还剩2个人。回来之后还要24小时的对使馆进行警戒控制，任务很繁重。我们在那形容嘛，叫枪炮声中入眠，又时常被爆炸声中惊醒。每次外出压力都很大，其中有一次呢，2004年的7月28号，这天为啥我记这么清？是伊拉克召开国民议会，当时邀请大使参加，到了之后，美军控制住，他专程一个停车场停他参战国家的车辆，我们去了之后不让我们停，让我们到一边停到另外一侧去，我们就绕道过去，到了另外一侧，到另外一侧以后还不让我们停，又回来，我就有点急了，因为啥？那个地方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天天受炮弹打。那美军说 no stop， 我就问他 ，this no stop，there no stop，where stop？ 这语言不一定对啊，因为我英语很一般。我们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面国旗。I'm Chinese, this is Iraq, no American. I'm Chinese. 他 now stop。我这会儿我就有点急了，我想你用英语说，我听不懂，那我就用汉语跟你讲。我说为什么不让我停？给我说清楚。他答不上来啊，他听不懂我说的啥，然后他就叫了一个士兵过来了。这个士兵过来问我怎么回事，我一听，我说你会说汉语？他说我是香港人，加入了美国国籍。我说好，我说你告诉他，为什么不让我停？这是伊拉克国土，不是美国国土，我是中国人，给他讲。在这个时候，一发炮弹打过来了，离我站那个地方有30米的距离，爆炸了。那2个哨兵点着枪跑了，而后我站那没动。后来他再也没敢让我们走，因为我们一旦走开，大使出来找不到车辆，都会很危险的。大使他代表的是中国的象征，是我们中国最高领导人委派出去的，必须要保证大使的安全是第一位的。作为军人呐，就是要做到忠诚于祖国，就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这种强势。我想啊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到这样。中国因为强大了，不是以前了。所以在伊拉克这期间呢，让我终生难忘的是营救人质。2005年的1月18号，我们在电视上半岛台突然看到劫持了中国人质，上至中央领导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到了中国人身上。这个当时啊，中央派出了特别行动小组，派了2个曾经在伊拉克工作的人员，和我们捆到一块儿，营救我们的人质。
使馆里面接到一个电话，说是中国的人质现在在哪地方里。这个电话的可信度有多大？不知道。在那个地方的什么位置？不知道。大海捞针这么找，并且他说那个地方是伊拉克最危险的地方，虚拟三角地带。这个走的时间，我们每个人立着遗嘱，写着决心，生死离别的感觉啊，给留守的人员只有拥抱，只有握手，没有一句语言，一句话说不上来。到那之后，一个破旧的院落，一进院，我说我先下车，如果有什么动静，只要有人开枪，你们赶快撤，陪着大师撤，我打死一个赚一个，别管我了。我一开门一下车，一开始一个非常寂静的院落，突然间我一转身，出来3个那个蒙面的，就咱们电视上看到的蒙面的恐怖分子一样，接着跟我讲，因为阿拉伯语我听不懂啊，我就赶快给他讲，用学了一点生硬的阿拉伯语，我说谁发来谁你啊，俺们前的就指着国旗，这个胸前的国旗让他看。而后那个大使的秘书就说：“许队，快把枪放下！如果当时我要放慢一点，可能就对我开枪了。”最后他就让我过去，就守我身。而后大使的秘书就跟在后边。完了之后呢，就给他讲，这样呢形势稍微缓和一点，在里面谈判，整整谈了3个小时，最后把我们的人质送过来。我一看，我们那8个人脖子上、胳膊上全是刀伤。当天下午，如果我们不到位，不营救他们，这几个人就没命了。大家可能会想，你怕不怕？当遇到生死的时候，谁都会怕，我也一样，我也怕。但是我在想，我是军人，必须要用我们的正义，要用我们的能力，要用我们的素质，来战胜这种怕。作为军人呐，就是要做到忠诚于人民。我就在想啊，什么叫忠啊？忠是你一个忠一个心，要发自内心的对国家、对人民的一种热爱。一开场啊，小沙同志在这讲“英雄”2字。什么叫英雄啊？你们回答得很好，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当中，都是在战场上浴血奋战，在枪林弹雨下奋力拼搏。革命战争年代是那样，但是在和平年代，我觉得英雄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凡的人。我们当兵的军人，实质上我们也是在一些小岗位上做的一些很小的事情，只不过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，为我们的国家，为我们的人民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。劫持人质啊，是个世界级难题。我从伊拉克回来之后呢，把我安排到雪豹突击队，我也压力很大，也是沉甸甸的，能不能把这个队伍打造好？我就在那里和他们一道，从基础科目、技术科目、战术科目，逐项逐条的去带着他们去研究，带着他们去训练。这个我训练要求很严格，因为啥？我从战场上回来过，回来的我知道，敌人是不会告诉你我怎么打你的。因此来说，我们必须要穷尽一切办法战胜敌人。我曾经训狙击手，因为我们军队的狙击手啊，训出来一个非常难的，
其中有个小伙子1.8米多的大个儿，性格非常外向，练狙击手呢，他需要沉稳。而后我就把他放到了一个下水管道里面，3米多深的下水管道里面。一开始我说：“你下去看看，看下面有什么东西。”下去之后，我把梯子给拽上来了。他说：“怎么不让上去了？”我说：“你在里面待着吧。”每顿给他送点吃的，每顿送点吃，待了1个礼拜，吃睡拉全在里面，就磨他的性格。因为他狙击手必须要非常沉稳的、稳定的这个性格。后来呢，他确确实实的变了个性格。只有平时多流汗，才能暂时少流血。训练场上，我是不心疼他的，但是回到家内，我是对战士视如我的孩子，关爱他们。所以雪豹突击队今年的时间呢，成长进步很快。在和平年代，我觉得我们中国需要更多的英雄。只要我们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热爱这个岗位，肯于吃苦，刻苦钻研，我相信大家都会成为英雄的。谢谢，谢谢同志们。萃取植物精华，科学气血双补，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，熬夜标配，邀您继续收看我们的开讲了。再次感谢习副司令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开讲，也谢谢各位，请坐。其实听了刚才您的开讲之后，我觉得现场的很多年轻人是受到了心灵上的震撼，因为我从监视器里也看到了，现场有的观众听的是热泪盈眶。您讲的很多的故事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意义非凡。但是我在想，您也有很多的细节，您并没有讲到。比如说，当年在训练雪豹突击队的时候，说在战场上我不心疼他们，但是下了训练场，我会把他们像孩子一样对待。据我了解的情况，并非如此。他们下了训练场，已经训练了1天，累得要死，躺在床上刚睡着，您经常会过去说：“醒醒，该执行任务了。”这些战士还算好的，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？去到隔壁把战友捆起来，套上麻袋扔到郊外，看他们自己能不能回来。你怎么知道？就您很警觉，你怎么知道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这已经成为您的职业习惯了。习惯，这个肯定是要考虑的。保密。对，到任何环境条件下，首先考虑的就是安全。安全。刚才你讲到的训练，因为啥呢？这个雪豹呢，所担负的任务，突发事件的特点是，不知道什么时间，在什么地方，是什么性质，有多大规模的，你不知道。对，恐怖分子不会告诉你的。对，他也不会说选择上班时间。所以来说，我们就是要24小时进入战备状态，随时准备上战场。冬天训练，11月份，1周的时间，放到荒郊野外去，啥也不给，就给你一张地图，并且在走的过程当中，我要给你出情况，不是说你很平稳的走。所以后来他们就叫我魔鬼。说我是魔鬼，魔鬼训练，我就出了一个叫魔鬼教头。我要是您的兵，我每天睡觉之前，我得先把您的房门反锁上，这样我们才能睡得踏实。那我可没机会能管了你。但是，作为您的兵，真正到战时，他就会知道平时所有的训练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我们不希望有战争，因为战争带来的是人民的灾难。但是作为军人，我们不惧怕有战争，我们随时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通过央视网图文直播了整个开讲的过程。那么也有很多的网友通过网络向您提出了他们的小纸条问题。坏人和好人的眼神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？
我听说您有这个本事，就是看人10几秒钟，基本上就立刻能够把对方的情绪，包括性格特征，就能大概分析出来。你怎么啥都知道啊？感觉我就在现场一样。我应该是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观察看人，首先是看眼神儿。我进来第一项任务，我就先看你的眼睛。哦，这也是职业习惯。习惯。包括再来录节目的时候，走进我们的演播室，见到我们的编导，第一句话就把我们镇住了。大家猜一下，习副司令第一句话问我们什么？现场逃生出口在哪里？我们的编导当时就傻了啊！我们这录节目还要逃生吗？军人嘛，因为我们从事的职业不一样，到任何环境条件下，首先考虑的就是安全。安全。待会儿如果有什么事儿，大家跟着他跑，没问题，保证安全。接下来我们现场的6位青年代表，他们也有问题想跟您交流。习林书记您好。你好。我是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。哦，水上芭蕾。对。就是好多姑娘呢，在水里面。这理解起来就是在水里面跳舞的一项竞技运动。很美的一个运动。那么我们在奥运周期的时候呢，所有的运动员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，甚至包括教练员也是来自四面八方的。经过4年的一个周期，我们去选拔出来8名精英的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比赛。那么您这个队友是如何去选拔他们的？这个选拔呀，也是残酷的，因为要淘汰嘛。当时选拔第一个条件，必须要做到忠诚，是不是忠心的对待你的事业，对待你的国家，就要做忠诚卫士嘛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你的军事技能要过硬。刚才讲到的我们的这几个战士，有射击高手，有擒拿高手，有排爆高手。因为我们是一个作战小组嘛，需要方方面面的人。其实我们花样游泳队也是一个军事化的管理，比赛的动作，我们的同步性要求非常的精准。我们的比赛是不能出错，是关乎输赢和荣誉。那么您的团队队员一旦出错，就是关乎到性命的问题。那么您是如何培养您的团队队员的默契度呢？这种配合的默契啊，首要的就是了解。其实上我们在伊拉克的时间，因为我们的6个人天天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，奋战在一起，大家每一个动作，他走路的声音的大小，每一个心理表现，我搞得清清楚楚的。甚至于说其中有一个队员，他有段时间，他有点反常，我一看你小子他们有什么事了？说对象吹了。嗨，我说对象吹了，只要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别急，回去再说。我能看出他心里的变化。我在伊拉克营救人质的时间，你知道是用什么指挥的吗？眼神儿。对，那个时候语言来不及，不能讲话。哦，怎么办？就看我的眼睛，看我的眼神儿。我眼神往哪一转，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，他就赶快到哪去做出什么动作来，就默契到这种程度。所以说叫一种信任嘛，必须要信任。所以说到这个信任的话题，我才明白为什么刚才，习副司令在讲到挑选战士们的时候，第一个考察的标准就是忠诚。其实这恰恰是为了日后大家的相互的信任，因为忠诚意味着我们所有人的信念和目标是一致的，大家想的方向是一样的，所以在关键时刻才不会出现想法上的误差，彼此成为对方最坚实的后盾。下一位，习副司令员您好，小萨老师您好，我是宋喜，现在是北京大学心理学院的一名在读的研一学生。可能大家更想听到的是您带领着您的战友们一起在前方冲锋陷阵、拯救人质的那些传奇故事，但是我可能体会到更多的是，当时留守在后方您的战友和那些使馆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在等待英雄们安全归来的时候，那种焦灼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？
因为我虽然是一名学生，但是在1、2年前，我也是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，然后也去亚丁湾、索马里那边参加过护航任务。去年他刷爆了我们的那个朋友圈，就是人民日报登的一篇文章，打得了海盗，上得了北大，很英俊。您刚刚说在出发之前，您和在留守的战友之间告别的时候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然后只是互相拍了拍肩膀，然后就走了。那我想问的就是，回来之后，您和您的战友有做了些什么吗？我们一共6个人嘛，我们的生命都在一块儿的，我们的情感你可想而知了。当我们离开的时间，大家都争着要去，但是家里面的安全还在保卫。至于说我们走了之后，这8个小时失去联系，是什么心态，你可想而知了。当时找不到我们了，因为我们出去了之后中断了，电话一个一个的打过来，不知道，没音信了。所以我们回来之后，是抱都在跳，而后在哭，在兴奋，而后就拿出红旗来，大家在欢呼雀跃。而后我那个战士就问我一句话，说队长你们上哪去了？哎呀，我们眼泪都流出来了。此时此刻的心情。把这个救过来的8个人安排好之后，我们才踏实了。我往凳子上一坐，脱防弹衣自己脱不下来了。我里面的衣服、防弹衣全湿透了，因为一个是特别紧张嘛，人的高度紧张，就是我的大脑是高度运转那天。再一个是害怕、恐惧，再加上我们穿的那个防弹衣、戴的那个钢盔又特别重，当时浑身一点力量都没了。就身体已经疲惫到极点了。再次感谢您这样的英雄为我们做出的贡献。谢谢，称不上英雄。谢谢宋喜。下一位，吉姆司令员您好，刚才您提到每次出去执行任务都要设计3条以上的线路，那么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，怎么记住的？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条路线可能会有什么情况。你比如说在巴格达，哪个地区比较危险，上这个地区去可能会有几条线，因为我们有地图，首先是在图上看，必须要有备份，至少是2种到3种手段。如果说不备份，一旦这条路上出现问题了，那我们就很危险的。其中有一次呢，我们去种子公司，去的路上呢，经过一个巴格达公园门前一个新兵征募站，当时我们离那个征募站还有100来米的距离吧，一个汽车炸弹顺着他那个新兵征募站冲进去了，发生了爆炸。那一次是炸死了72个人。离那个地方还有100多米的距离的时候，我们迅速地启动了第2条路线。我们出去了223次护卫大使执行任务，躲过了是2次炸弹袭击。大家一般都是做件事一步一步来，能看2步3步就已经挺超前的了。但是您可能得看5步到10步，甚至更远。那必须要考虑。我问您这个问题，其实是基于我的这个自身职业来考虑的，因为我呢是一名公交车上的乘务员啊。我工作的这条线路是387路，我们从亚运村到北京西站。由于跑火车站呢，每天有大量的外地乘客、外地游客，上车之后就会向我们咨询乘车线路，所以呢，我为了更好的给他们提供服务呢，就记住了咱们北京90%的以上的这个公交线路，为了做到不被乘客问倒。他的这些地图不是说光在地图上记的，他的所有的这些站他自己都跑一遍，包括郊区甚至远郊这些线路，人送称呼活地图。所以来说，你就是乘客心目当中的英雄，把你的职业做到了极致。谢谢。对，把一件事做到了极致。
您被称为这个武警10大忠诚卫士，您刚才也说了有魔鬼教头的这种称号，但是呢，回来之后大家也是称呼您为英雄。我想知道您这些荣誉称号，您最在乎的是哪一个呢？荣誉啊，它只是一时的，它不是永远的，它只能说明你的过去，不能说明你的现在和将来。所以我对荣誉啊看得很淡。我觉得我这些荣誉啊，不是我个人的，是我们当时这个团队大家共同努力的。未来路程还很远，困难还很多，我只能把过去的历史作为我前进的动力，更加的激励着我不断的努力，更好的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我的历史使命。我也会把您的话记住，然后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也会更好的去努力工作，然后更好的为咱们的乘客出行提供最佳的出行线路。谢谢。下一位，吉副司令员好，小撒老师好，芷萱你好，我是来自浙江警察学院涉外警务专业的一名大2学生。我的父亲他也是警察，但是他是一个烈士。在我6岁的时候，我爸爸就去世了。因为我爸爸也是浙江警察学院毕业的，我成为了我爸爸的校友。然后就是对于我来说，对于我妈妈来说，也都意味着非常大的一件事情。对，像您刚刚提到，你有妻子也有孩子，您在伊拉克待了400多天的时间，您是否有写下对你的孩子、对你的父母、对你的妻子说一些话？因为像我父亲他走的时候特别突然，他还没有来得及和我跟我妈做最后的告别，他当时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，所以他没有办法说。我想以军人的最高礼节向你的爸爸表示崇高的敬意。因为一个军人呐，一个警察呀，是一个光荣的职业，也是一个危险的职业。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呢，我也有儿女情长啊。这个当我离开要上战场的时间，一开始我不敢给我的家人讲，我隐瞒着。后来我真要走了，我才给他们说。我的孩子呢，自从我走的当天，每天给我叠一个那个千纸鹤，期盼着我安全。这个我走的时间呢，我把家里面该打理的事儿都打理完，我也想着我不会再回来了，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呀，是吧？说这个孩子呀，虽然说你爸爸走了，你要相信，你还有千千万万个爸爸在背后里关注着你，培养着你，期盼着你。你有了困难，我们都会帮。希望你坚持住这份信念，正义总会战胜邪恶的。你要相信，有我们很多的人在支持着你。当好警察，履行好你的职责，为维护我们社会安定团结，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谢谢你。你的父亲也会为你骄傲。哎，你爸爸也是为你骄傲的。其实刚才芷萱问这个问题，听上去是一个问题，但我个人却感觉到这是一个女孩子在想尽一切办法，想勾勒出她的父亲真实的模样。因为父亲走的时候她才6岁，如今芷萱已经成为了警校的一名学员，而且小小的身躯是你们那一届学生当中最瘦小的吧？现在经历了警训之后变胖了，长结实了，但是他的警训的全部成绩，尤其是那些什么所有的体能训练、各方面训练，全部是名列前茅。谢谢。下一位，吉副司令员小撒哥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名前驻外记者，也曾经在战区报道过，在2014年到2016年间多次前往乌克兰的战区进行报道。
就是前几次是傻大胆，感觉就是无知者无畏，因为不知道前方什么等着我们，我们就义无反顾地往前冲。相反，到最后几次的时候，我每次去胆子会变得越来越小，会越来越害怕。我和你的心里刚才你讲到的是一样的。我回到国内以后啊，觉得是假的，回来了，真的吗？第二个呢是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，到人多的地方我害怕。那在国内人少的地方不好找，没抢来。老的没抢来，对，一到人多地方老觉得环境复杂，随时做好准备。对，第三个呢，后来我回来之后是到雪豹，因为给他们训练嘛，我必须得知道哪个地方有响声，提前告诉我。他因为他在训练他当中他有那个炸药啊，干什么嘞？枪炮声啊。得提前要告诉我，知道那个地方要响了，否则突然响的话，突然响了，我会很紧张的。所以压力太大，就是在战场上压力大。所以说，一个国家呀，战争太可怕，一定要和平啊，不能发生战争。一旦发生战争，带来的灾难呐，太痛苦了。您演讲当中，您提到说，您到伊拉克之后看到的是他们那种充满了乞求、悲哀，甚至是仇恨的眼神。我在2014年2月的时候，在基辅广场上也拍到了这样一张照片。我当时离他只有1米远，我拿着相机拍他的时候，我甚至怕他会觉得冒犯，但是他其实压根儿就没有在意过周围的任何人，他的眼神穿过，望向着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前方，没有焦点。我看到的是茫然、无助、失望，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出路在哪里。这也跟当时的乌克兰非常像。总统被赶下台，新政府没有成立，这个国家未来会怎样，没有人知道。其实战争的伤痛最后都是烙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的。本节目由格力家庭中央空调赞助播出，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。其实战争的伤痛最后都是烙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的。我在伊拉克去了之后，陪大使外出，尤其是看到这些像你拍的照片这样的老人和孩子乞讨的时候，我心里是在翻江倒海。伊拉克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国家，在70年代，在那开玩笑讲，打个洞10米20米就能打出石油来。非常富裕的国家，但是由于战争，导致了他现在是穷困潦倒，20年、30年，他恢复不了。尤其是看到那些街头上爆炸、被炸死的、炸伤的人，那种场景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。要想不让我们的人民遭受灾难、遭受痛苦，过上很好的日子，就要号召我们每一个国民去热爱我们的国家，奉献我们的国家，团结起来，团结一致，才能形成力量。所以，一个没有和平的国家，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。其实我在想，过去长辈们老说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人在这个幸福的生活里待得久了，他确实可能就习惯了，觉得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这样的安全，是一个国家花了多大的力量，有多少人在这当中为之在牺牲、在奉献、在做着工作，你才能感受得到的。打赢战争需要英雄，但是缔造和平更需要英雄。而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把你们眼下的事情做好，可能就是一个英雄。所以我想，缔造和平的英雄，不是别人，就在这里，就在我眼前，就在我身边。所以，让我们一起为这个时代做出每一个人英雄的贡献。谢谢，再次感谢习副司令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。下一期开讲再见。谢谢您。